你爸走了，拼命救人才留下这6万块抚恤金，也是咱家最后的家底。家里这座大院子归福贵，村尾那口鱼塘，还有塘边那间小屋归你。哥，我也不是故意赔的，只要这次有本钱，我肯定能翻身。月娥，这样分不合适吧？长河也是亲儿子，他爸刚走，你不能一点不给他留啊。他一个大男人，会抓鱼，会下水，能饿死吗？哥，你别磨叽了，糖再臭也是糖，屋再破也是屋。签完以后，咱俩各过各的，谁也别拖累。各过各的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没错，就是我说的。行，这话我记住了。你干嘛？这是我的东西，我得留着。一张破纸你留着有什么用？以后有用。李长河，这就是你分到的地方。先凑合落个脚，明天我上山砍点竹子，把屋顶先补上。你睁眼看看，这墙角都发霉了，屋顶还露着天，这种地方连人都住不下。鱼塘也能慢慢清，屋子也能慢慢修，只要肯干，总能过下去。过下去？你拿什么过？你妈把钱和院子都给了你弟，你就分了这么一口臭塘，一间破屋。李长河，你还能骗自己多久？秋莲，我知道委屈你了，但我还能干活，我会抓鱼，也懂水性，日子不会一直这样。我嫁给你，不是为了守着一塘臭水过苦日子的好吗？看吧，媳妇儿也受不了了，这地方白送都没人要，他还真搬来了。秋莲，还没收拾好啊？这地方味儿也太冲了，待久了人都熏坏了。罗老板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路过，看看有没有人需要搭一场。秋莲这么好的女人，住这种地方太委屈了。长河，你现在要是能拿出钱，能给我一间像样的房，我就留下。现在没有。那就别怪我。沈秋莲，你想好了？长河老弟，男人没本事就别耽误女人。媳妇儿都走了，这下真剩他一个人守臭塘了。他母亲偏心，媳妇儿嫌穷，这日子难喽。从今天起，我不追谁，也不求谁。长河，你还真清啊！这塘臭了多少年了？清出来能干啥？养蚊子都嫌水脏，能不能用，清了才知道。堵成这样，难怪水死了。又咋了？挖出烂鱼了？这里的水是清的。长河，你别动，让我看看。梁叔，你懂塘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不像普通渗水，那像什么？像地下活泉。活泉？梁叔，你别逗了，这臭塘还能有活泉？你懂什么？死水发臭，活水被淤泥堵住也会臭。要是真有泉眼，这塘就不是废塘。梁叔，这下面真有水往上顶，别乱挖，顺着泉眼清。要是把水路清出来，这塘就活了。测养殖水是吧？登记、缴费等结果，麻烦你帮我测细一点，溶氧、矿物质、污染物都测。普通鱼塘用不了这么多项目，测基础项就行，都测。李长河是哪位？我是。跟我进办公室。你这水样从哪儿取的？村尾一口老鱼塘，塘底刚清出一眼泉。怪不得，这个溶氧值很高，
矿物质含量稳定，氨氮和污染物都低，比普通养殖塘好太多了。能养鱼吗？不但能养，如果后续水源稳定，用来做生态鱼养殖，优势很大。高检测员，你能不能把这些结论都写清楚？可以，但我提醒你，好水只是基础，养殖密度、饲料、换水、防病都得规范，别糟蹋了这盐水。我记住了。这不是普通臭塘，你要真懂经营，能做出东西来。结果咋样？梁叔，这塘能活？好水呀！长河，你要是真干，这塘能给你翻身。不是能翻身，是一定要翻身。长得快，肉也紧，普通塘1个月没这个劲头。继续控密度，别急着出。哟，长河，听说你这臭塘养出鱼来了？我还不信，今天专门来看看。邱老板消息挺快，鱼是有点精神，可这塘以前什么名声，全村都知道。臭塘出来的鱼，谁敢高价收啊？现在是活泉水养的，不是以前那塘死水。梁叔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客人认不认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市场说了算。那邱老板准备出什么价？8块1斤，我全包了，省得你自己找销路。县里普通草鱼都不止8块。普通草鱼有固定销路，你这个有吗？再说了，鱼这东西拖不得，今天不卖，过几天水一变。我的水每天测，记录都在这里，水不会突然坏。长河，你刚入行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鱼贩要是不收你的鱼，你塘里这些东西就是一堆会游的赔钱货。那就不劳邱老板操心了。8块，不卖。行，有骨气。等鱼鸭塘出问题了，你别回头找我。我以前让人用一句你不懂，拿走了太多东西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想好了，风险，鱼鸭在塘里也有风险。风险我认，但好东西不能贱卖。明天去县城。先生，我们这里后厨不随便收养护鱼。我找采购经理孟海涛孟经理。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但我带来的鱼，他看了不会后悔。你就是电话里说有泉水鱼的养殖户？李长河，鱼是活泉水养的，检测报告在这儿。每天来推销鱼的人很多，我们云水轩做招牌菜，不拿客人冒险。你可以先杀一条试。这鱼劲儿足，杀一条。这鱼腥味轻，肉紧，汤也不浑。这是你塘里养的？塘底有活泉，检测站出的报告，每批水样我都能留档。你现在一天能供多少？现在量不大，但可以稳定供。先试供1周，每天按你们后厨需求送。价格按普通生态鱼上浮2成，试供期合格再谈长期。但合同要写清楚3件事：供货规格、验收方式、结算周期、鱼活度、重量、批次都写明。验收合格几天内结款也写明。你不像第一次卖鱼的人。第一次卖鱼，但不是第一次吃亏。孟经理，这鱼可以留，招牌菜要的就是这种口感。行，试供1周，要是品质稳，云水轩给你长期单。李老板，尾款这么痛快，以后长期合作，账要清楚。还真把臭塘当宝了，穷怕了呗，有点货款全砸水里了。梁叔，东边这一块做沉淀区，别放鱼，中间养商品鱼，西边留一块试验鱼，密度不能太高，好水也怕糟蹋。商品鱼、试验鱼、沉淀区，
每天水温、投喂量、鱼情都记。你这是要正规干。既然签了云水轩，就不能靠运气。水温变了，鱼会应激；饲料差了，肉质会变；密度大了，再好的水也扛不住。梁叔，你留下帮我。我一把年纪了，就会看糖。我要的就是会看糖的人，工资越界不拖欠，鱼卖得好，年底另算奖金。你现在刚起步，钱花在我身上，不心疼？请懂行的人是最该花的钱。行，我留下。可丑话说前头，我说不能投的料，你不能投；我说不能出的鱼，你不能出。听你的技术，但账和规矩听我的。成交。这小子还真有点样子了，一口糖能翻多大浪？等着看吧。少鱼了，不是鱼自己少的。要不要明早把人叫来问？现在问，没人认。你早就准备了？不是防外人，是防心不正的人。网撒的挺熟啊。长河，我就是看看鱼，没想偷。那你自己看看，这是第几次来看？还真是他呀！他平时不是常来帮忙吗？我就拿几条鱼怎么了？你现在都跟云水轩签合同了，有钱了，少几条鱼算什么？这是人家辛辛苦苦养的鱼，少几条不算什么。那你咋不拿自己家的东西送人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至于这么较真吗？正因为一个村，才更要讲规矩。3万，按视频里起网次数，少于26斤。云水轩收货价、运输损耗、饲料成本都在这儿，该赔多少，一分不少。你这是不讲情面！我被人讲情面的时候，分到的是臭鱼塘和破屋，现在我只讲账。那我赔了总行吧？赔钱，以后不准再进鱼塘，谁要再偷，直接按证据办。规矩立住了，塘才能守住。鱼塘不是人情摊，谁守规矩，谁跟我干；谁坏规矩，谁走人。长河，这批鱼好，云水轩那道泉水鱼汤，现在客人点名要。另外2家餐馆我约好了，下午过来看糖。看糖可以，标准先谈清楚。长河，哥，有事？富贵这次是真的没路走了，生意又赔了，债主堵门，大院子也快保不住了。所以呢？你现在有钱了，鱼也卖起来了，富贵再不济也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一点办法都不帮着想啊。哥，你先帮我把债还了，等我缓过来，我肯定还你。你们还记得这个吗？你拿这个干什么？6万抚恤鸡，大院子归李福贵，废鱼塘、小屋归我，从此各过各的，互不拖累。那时候是妈糊涂，规矩是你定的。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现在不是撑过来了吗？还把鱼卖起来了，帮我一把怎么了？3个月前，你让我签字的时候，说签完以后谁也别拖累谁。那是气话。我当真了。李长河，你真一点情面都不讲吗？他是你亲弟弟呀。3个月前你也说过，我有手有脚，能自己想办法。福贵也有手有脚，他也该自己承担。账是当初你们自己算的，现在别怪长河暗办事。你就一点钱都不给？鱼塘的钱要养鱼，要发工资，要供货，不是用来替别人承担债务的。行，李长河，你别后悔，你能卖鱼，我也能卖。卖鱼可以，别坏规矩。你这真是李家泉水鱼，怎么比云水轩那边便宜这么多？一个村出来的，我亲哥养的鱼，我还能骗你？别人卖20多，
我卖12，就是让大家吃个实惠。12一斤，那确实便宜。可这水味怎么这么重？路远，鱼昏车了，活的多着呢，便宜还挑啥？这不是咱塘里的鱼，水浑鱼鳃也不对。再这么卖下去，坏的是你的名声。我知道，知道还不去拦？他打着李家泉水鱼的名号卖不合格鱼，客人分得清吗？光靠炒，分不清。长河，今天有2家小餐馆给我打电话，说外面有李家泉水鱼12一斤。我看见了。云水轩当然认你的品质，但市场一乱，客户会问，为什么同样叫李家泉水鱼，你的贵这么多？因为它的不是泉水鱼。这些我信，可不是每个客户都会看。那就让他们看得见。你准备怎么做？我先把所有批次整理好，塘口编号、水质检测、投喂记录，出鱼时间、送货签收，一项不少。你这是要做标准，真正的生意不能靠嘴硬，要靠标准。可他卖的便宜，肯定有人贪便宜。贪便宜没错，可便宜货出了问题，谁背名声，谁就得说清楚。你不怕客户跑了？怕，但越怕，越不能降标准。李老板，您的鱼能不能也降到12一斤？外面都这么卖了。我的鱼不降价，但明天你可以来塘边看，水怎么养，鱼怎么出，记录怎么查，我全给你看。那我明天过去。长河，今天孟经理那边又少要了2筐鱼。我知道，不止云水轩，另外2家原本要签长期合同的餐馆也说先等等。福贵那批便宜鱼一出来，客户心里都犯嘀咕。他们动摇很正常。市场上突然冒出12块一斤的李家鱼，谁都会想问一句：凭什么我的贵？鱼都卖不动了，还买这么多围网，他是真不怕赔呀。穷人刚挣点钱就飘，等塘里鱼压塘出问题了，看他咋收场。他们说话难听，可塘里密度确实越来越高，鱼卖不出去，继续养下去，水质一变，品质会掉。所以要扩塘。现在扩，客户都在观望，你还敢租新塘？隔壁那块塘虽然荒了2年，但地势好，离泉眼水渠近，清出来以后可以分流密度，鱼不挤，品质才稳。可钱呢？修塘、清淤、买网都是钱。第一批货款还剩一部分，不能放着等市场回头。钱要花在并产上。你这是认准福杠的低价鱼撑不了多久。便宜鱼可以骗一顿饭，骗不了回头客。只要我们的鱼稳住品质，吃过亏的人会回来。有客户问我们为什么不用便宜货。你知道，餐馆不是不看成本。我知道，但招牌菜不是靠便宜撑起来的。如果另外2家餐馆暂时不签，你这边会不会降价？不降。这么硬？我不降价，但我开放看塘，水质记录、投喂记录、出鱼批次，随时能查。我的鱼卖的是标准，不是嘴上的名号。那你先稳住云水轩的供货，其他2家我帮你再压一压。不用替我说好话，让他们自己来看鱼。长河，鱼都卖不出去了还扩塘，你这是嫌钱多啊？鱼卖不动的时候，最该做的不是降价，是把鱼养得更好。这话硬气。味道确实好，土腥味轻。鱼是好，可价格也确实比外面高。最近那批低价鱼12一斤都有人送，便宜鱼能送，
但出了问题，谁负责？做餐馆的，谁都想省成本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非用你鱼不可的理由。3个理由：第一，鱼塘随时可抽检，你们可以自己带人来取水样，送任何一家检测站。第二，每批鱼都有水质和养殖记录，哪天出档，哪个塘口喂过什么，送到哪家后厨都能查。第三，不合格鱼、异常鱼一条不进后厨，验收不合格，你们可以拒收。你这套东西比很多大养殖场还细。云水轩施工这段时间，退货率为0，客人点名率上来了，泉水鱼汤已经成了招牌菜。可旺季一来，婚宴、商务宴、包桌都要鱼，你供得上吗？现在一口主堂，一口扩建堂，老梁负责技术，我不敢说全线都供，但你们3家只要提前排单，我能稳住。如果签预剖，你的价格能不能再让一点？不能，我可以保证标准，保证记录，保证活鱼到店，但我不能用降标准的钱去换表面便宜。泉水鱼的牌子刚立起来，一旦砸了，大家一起赔。这话我认，便宜鱼可以临时凑数，但招牌菜砸了，不是几块钱能补回来的。永产合同可以谈，但我要加一条，旺季当天临时加单，你必须优先保障我们3家。临时加单可以排，但不能破坏出鱼标准。鱼没养到规格，我不会硬出。你不怕我们找别人？你们可以找便宜的，但想要稳定的，就只能按标准来。行，明天去你鱼塘看现场，没问题就签。这单要成了，咱堂就真的活了。你这还真分区了。1号塘是当前供货塘，2号塘做扩养，东边是活水沉淀区，泉眼水先过沉淀，再进主塘。鱼密度控制过，水温每天2次记录，投喂不乱加。鱼肉紧不紧，靠的不是运气。鱼很活，鳃也亮，这些都是你每天记的。我记一份，老梁复核一份，出鱼时再加出塘单，送到你们后厨后签收。做这么细不累吗？以前我吃过没凭证的亏，现在每一条鱼都要有来处、有去处、有标准。这就是检测报告里的活泉。水源确实不一样。如果我们3家联合签，每周固定供货，规格和重量必须达标，旺季不能断。可以，但我也有条件。你条件还不少。第一，预付30%货款，用来扩建活水循环系统。第二，验收按合同标准走，不临时压价。第三，不合格我认，合格就按期结款。他还敢让老板先给钱，人家不会真答应吧？预付30%不是小数，你拿什么让我们放心？水在这儿，鱼在这儿，记录在这儿，你们每周可以来抽检，也可以派人看出塘。我要的预付款不是揣进自己口袋，是扩系统，稳供货。云水轩愿意先签，品质我试过，流程我也认。丑话说前头，品质掉了，我们马上停单。品质掉了，不用你们停，我自己停塘。这话有底气。这臭塘还真让他养出名堂了。也就是运气好，碰上泉眼。运气给了水，规矩才能养出鱼。老板，这鱼不行，腥味太重，鳃都暗了。李福贵说这是李家泉水鱼，这要是泉水鱼，那我家水沟里也能养高档鱼。李福贵，你给我送的什么鱼？客人都吃出土腥味了，你马上过来退钱！先把还活着的分开，
不合格的别往外送，能退就退，先稳住客户。富贵哥，这水已经不对了，再不换水，鱼全要出问题。先换水，把问题批次停了。稳住，先稳住啊！李富贵，借钱拉鱼的时候怎么说的？3天回款，现在鱼出了问题，钱呢？我店里的客人都投诉了，你赔不赔？鱼苗钱、运输钱1分不能少。我哥有钱，我去找我哥，他会帮我的。对，找你哥。长河现在鱼卖得好，他总能帮你想个办法。长河，富贵这次是真的没路走了，鱼出了问题，催债的人上门，餐馆也要赔钱。你帮他想一次办法，就一次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先借我点钱，我把眼前这关过了。你打着李家泉水鱼的名号卖问题鱼，坏我的牌子，现在让我替你承担全部损失。他也是想做生意，他不懂这些。不懂，就可以乱借名号；不懂，就可以让餐馆替你承担风险；不懂，就可以让我背名声。我没有想拖累你，我就是想赚钱。想赚钱，先学会守规矩。长河，妈求你！当初抚恤金和大院子给了谁，就让谁去承担后果。债务要按合同和调解程序处理，不能只找我。你真不管？我还有鱼要养，工人要发工资，合同要供货。福贵的债务，我不会替他直接承担。先回村委把事情说清楚，别耽误堂里的活儿。李长河，今天这事我记住了。我也一直记得，从分家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责任要分清。长河，开门，是我。是他。我去看看。长河，我没地方去了。罗老板呢？他欠了债，把车卖了，人也走了。债主去找我，我才知道他外面全是窟窿。你走的时候穿的也是这双鞋。那时候我糊涂，我以为你真的没出路，以为这堂只会拖累你。长河，我知道错了。所以现在罗老板走了，你想回来？你坐上罗老板车的时候说过什么？还记得吗？那是气话。你说跟着守臭堂的人没有出路。长河，我那时候不知道你能把鱼塘做起来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你让我进去，我给你做饭，帮你看堂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离婚协议你签了。那时候我太冲动了。你先走，我也放手了。现在可以帮你避险，但不能让你重新住进来。你就真的不肯给我一次机会？机会不是靠回头讨来的，是靠以后自己把日子过正。何支书，麻烦你帮忙安排一个临时住处，雨太大，人先别在外面淋着。行，我让人去接。你还是要送我走？我不会让你淋雨，也不会再把自己的生活交回过去。梁叔，帮他叫辆车送到村委安置点。心里难受吧？难受归难受，路回路。他当初选了他的路，我现在也要守住我的路。顾总，这位就是李长河，云水轩最近的招牌泉水鱼就是他供的。李老板，鱼我尝过了，确实不错。顾总过奖。我这次来不只是尝鱼，我们省城连锁酒店准备打造一套山泉生态鱼系列菜单，需要长期稳定供应。顾总他们有10几家门店，要是试供通过，量不是县城几家餐馆能比的。第一期试供金额几百万，全年铺开，有机会做到1000万级。这么大的量，我现在一口糖吃不下。能说实话，说明你不是只想签字拿钱。我能养出好鱼，但如果要攻省城，需要扩基地，我不会拿一口糖去骗长期单。我们要的正是这些。
稳定养殖基地，冷链配送，检测报告，品牌授权，应急供应能力，少一样都进不了省城酒店供应链。这不是卖鱼，这是进大门槛了。试供周期多久？先3个月，每批鱼从起塘到后厨必须全程记录，运输温坤、活度、规格、检测全部留档。如果试供合格，合同怎么签？年度框架合同，量会逐步放大，但前提是你得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靠运气发现泉眼的养殖户，而是能管理供应链的人。我可以准备。下周一，省城总部面谈，你带上基地方案、供货能力、检测资料，如果能通过，试工合同当场定。长河，这是你从养鱼户变成供应商的机会，也是一道坎。下周一我准时到。李老板，省城市场不看人情，只看能力，我也不靠人情。年轻人多在外面，村里老人孩子多，你得帮帮忙啊！现在水到哪儿了？村口沟渠已经满了，再涨，低洼那片就进水。鱼塘慢了还能补，人要是困住就麻烦了。长河，下周一就是省城面谈，顾总那边的施工合同，错过可能就没了。你想好了？合同重要，人命更重要。抽水泵2台，发验机1台，绳索全部带上，沙袋装车，皮划艇固定好。会开3轮的跟我走，会水的坐第2辆车。老板，鱼塘这边怎么办？老梁留下守主塘，其他人跟我去李家村。鱼可以损，人不能出事。我留下可以，但你那边水急，你别硬冲。哪里能堵哪里能泄，我知道。李老板，省城面谈资料准备的怎么样？顾总，李家村暴雨内骚，我今晚要去救人，面谈我可能会晚。你知道这次施工机会很难得。我知道，但村里老人孩子等不了。你先处理眼前的事。长河哥，东西齐了，走，去李家村。老李家这孩子骨头硬。长河，路断了，车进不去，西头低洼那片60多户还没出来。坑多深？快2米，下面全是烂泥。沙袋卸下来，先填坑。木板铺上，3轮车轻车先过，皮划艇准备，水再涨就从沟渠口进去。村里老人多，走得慢。先广播，让所有人别拿东西，老人孩子先走，证件和药带上就行。谁家不出来，报名字。往左1米，下面烂泥刮掉再填，不然车一压就塌。长河哥，水太急了，急也得填，人还在里面。长河，家里还有粮和鸡，我不能走啊。婶儿，粮没了能再买，人没了就真没了，先上船。我怕。不怕，叔带你出去，闭上眼，数到10就到亮灯的地方了。先送老人孩子，青壮人后撤。我的鱼，我1年收入全在里面。人先撤，鱼跑了还能重新养，你下去就回不来了。那我家怎么办？我帮你们想办法，但现在先保命。堵住了，别停，去村口抽水泵。全村人员都到了，一个不少。长河，鱼没了，但人还在。谢谢你，人没事就好。你不是还要去省城谈大合同吗？应该赶不上了。长河，这次是村里拖累你了。不是拖累，这里也是我的根。长河，先喝口水。要不是村里这场水，你现在已经在省城签合同了。别这么说，昨晚要是不来，这里会出大事。李老板，听说是你带人连夜转移了低洼区60多户，还用抽水泵保住了村口道路，能不能说2句？不用拍我，多拍救援人员和村民安置情况。
可村民都说没有你带来的设备，昨晚人撤不出来。设备是大家一起翻的，路是大家一起填的，人也是大家一起救的，别把功劳算在我一个人头上。顾总，李长河今天没到，总部那边问试供名单要不要换人。换人容易，找一个关键时候靠得住的人不容易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合同延期1周。顾总，对不起，今天我没赶到，村里情况紧急，我只能先处理这边。我看见新闻了，试供机会如果没了，我接受。李老板，酒店要找的不只是会养鱼的人，我们要找的是供应链出问题时能扛事的人。面谈延期1周，下周同一时间，我在省城等你。顾总，谢谢。别急着谢，下一次来，我要看到的不只是鱼塘资料，还要看到你未来稳定供应的方案。我会带过去。合同还在吗？延期1周。太好了，长河，这可是千万订单啊！订单没丢，人也没丢。以前大家说你手臭糖没出息，是我们看走眼了。昨晚你先救人，没先顾自己，我们都记着。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水退了以后，鱼塘要清，塘堤要修，大家的日子还得重新撑起来。何支书，我知道村里这次损失大，鱼塘毁了，鱼也翻了白肚，靠村民自己恢复太难。杜总，你们海盛水产想怎么帮？我们出钱帮村里清塘、修塘埂、补鱼苗，还能安排技术员。不用我们出钱？不用。村里现在最缺的就是现金和技术。我们海盛有条件呢？条件很简单，全村300多亩鱼塘，还有泉水沟的经营权，统一交给海盛水产30年。30年？对，30年我们才敢投钱，敢修，敢建基地，短了不划算。那给村里多少钱？80万。300多亩鱼塘，30年经营权，只给80万。何支书，账不能这么算。现在鱼塘是灾后烂摊子，塘塌了，鱼死了，村民自己恢复，1年都未必缓过来。可家里鱼全死了，孩子学费还等着交。要是现在能分点钱，也能缓口气。是啊，等救济不知道等到啥时候。大家别急，这事儿不能马上定。何支书，灾后人心散，趁现在大家还愿意听你说话，把事儿定了，对谁都好。拖久了，村民更难。杜总这算盘打得挺响。这位是李长河，昨晚带人救村的，原来是李老板。救人归救人，生意归生意。村里的鱼塘好像不是你的吧？不是我的，所以更不能让人趁灾捡漏。李老板说话别这么难听，我们是来帮村里恢复生产。300多亩鱼塘，泉水沟，30年才80万，这叫帮忙，还是趁火打劫？可我们现在确实缺钱。李老板听见了吧？村民要的是眼前活命钱，不是空话。我知道大家缺钱，也知道鱼塘毁了心疼，但30年经营权一签，鱼塘就不再由你们说了算。今天拿到一点钱，往后30年都要看别人脸色。说的好听，你能拿出80万来吗？你能帮全村清塘、补苗、修塘壁吗？我不替村民做决定，但这份合同不能在几个人的桌上悄悄签。你的意思是？下午开村民大会，把海盛的条件讲清楚，把30年经营权的账算清楚，卖不卖，入不入，大家自己选。李老板，商机不是天天有，错过今天，海盛未必还出这个价。那正好，村民也该看看这个价到底值不值得错过。下午2点，村口开会，全村都来，这事儿让大家自己决定。行，我等你们开会。但李老板，村民要吃饭，要重建，你拿什么给他们？拿账，拿方案，拿能重新养出鱼的办法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就是为了海盛水产养鱼塘的事儿。300多亩鱼塘，泉水沟，30年经营权，80万，签不签不能几个人决定，得大家听明白。各位乡亲，我知道大家这次损失大，鱼翻了，塘塌了，
家里还要吃饭。海盛水产愿意出钱帮大家清塘、休耕、补苗，你们不用再掏1分钱。杜老板，那80万怎么分？按村里鱼塘面积和受灾情况分，钱先到，大家先缓口气。后续鱼塘由我们统一经营，年底还有分红。要是先分几万，也能把孩子学费交了。我不是趁火打劫，我是来帮大家过难关。灾后恢复讲的是速度，错过这个时间，塘荒1年，损失更大。我问杜总一个问题：300多亩鱼塘，30年经营权，还有泉水沟80万，你这是帮忙还是捡漏？李老板，村民现在要的是活命钱，不是你嘴里的长远账。那就算眼前账，1亩鱼塘如果恢复活水养殖，1年稳定收益按最保审算，也远不止你给的这个数。300多亩，30年，80万，连零头都不到。长河，你这账靠谱吗？云水轩，3家餐馆的河都在这儿，不是我空口说。你一口塘运气好，碰上泉眼就敢拿来算全村300多亩。我从来没说全村明天就能发财，我只说一件事：鱼死了可以再养，塘塌了可以再修。30年经营权一旦签出去，村里人以后就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。可我们现在没钱恢复啊！所以今天不是让大家硬撑，也不是让我替大家做决定，我把利弊摆出来，卖给海盛，眼前有一笔钱，但30年鱼塘不归你们管，不卖就要一起重建，过程难慢，但根还在自己手里。李长河，你说的这么好听，钱呢？鱼苗呢？技术呢？你拿什么让他们信你？我有水质报告，有现成餐馆合同，有养殖记录，有恢复方案。钱不够，可以谈订单预付款，可以分批恢复，可以先救最重的塘，但我不会让村民拿30年的根换眼前80万。村里的鱼塘不是你的，所以我不替他们签，也不替他们拒绝。今天让全村自己选。长河说的对，合同放这儿，账也放这儿。下午正式表决。30年太长了，不能糊里糊涂卖。乡亲们，今天不讲虚的。海盛的合同大家都看过了，长河也拿了一个方案，两边都说清楚，最后大家举手表决。我只说一句，海盛有钱、有技术、有市场，村里的塘现在什么样，大家比我清楚。等你们自己慢慢恢复，年底能不能有收入都不好说。跟我们合作，马上有钱拿，后面还有分红。听着也不是不行，可30年太久了。30年听着久，但公司投钱也要回本，没有这个期限，我们凭什么投设备、投鱼苗、投管理？各位要的是稳，不是赌。长河，你说。我也只讲账，不讲漂亮话。这是我从废鱼塘开始清塘、投苗、养殖、出鱼的全部记录。这里是云水轩的供货合同，这里是3家餐馆的联合合同，这里是水质检测报告，大家可以翻，可以问。长河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跟你一样养泉水鱼？不是跟我一样单打独斗，是集体做标准化养殖，统一管理，收益公开，村集体以鱼塘入股，村民以劳动力参与，公司统一清塘，统一投苗，统一检测，统一销售，谁家塘入股多少，谁出工多少，账上写清楚，收益公开，账目公开，村民按股份和劳动拿钱。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塘给你了？不是给我，鱼塘还是村集体的，入股有期限，有账目，有退出规则，不是30年卖断，更不是谁一句话说了算。我负责教养殖技术，水色，水怎么看，鱼怎么分塘，料怎么投，病怎么防，谁愿意学，我都教。可有一条，乱投药，乱喂料，坏规矩的人不能进基地。那我们还能在自己村里干活拿工钱？清塘有工钱，修建有工钱，后期养殖、分拣、记录、巡塘都有岗位，受灾重的人家优先安排。说的真好听，
钱从哪儿来？你一口鱼塘的货款，撑得起全村300多亩？一口吃不成胖子。第一批先恢复受灾最重、水源条件最好的塘，县城餐馆订单可以吃一部分，省城酒店施工也在谈，只要标准做起来，订单会跟着来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还没成，是还没全部成，所以我把风险也说清楚。跟我走，不是马上分钱，是大家一起干。怕累，怕等，怕账公开，可以不选。我家塘没了，鱼也没了。同意村集体入股，跟长河生态养殖公司一起重建的，举手。通过。希望你们别后悔。后悔的是把根卖掉的人，不是愿意重新种根的人。李老板，你比我预想中带来的东西更多。这里面有李家村集体入股方案，你是想把灾后恢复基地也纳入后续供应体系？李家村有鱼塘，有劳动力，也有泉水沟。灾后恢复不是单纯救急，如果按标准化重建，可以成为山泉生态鱼基地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酒店可以给施工合同，但基地必须通验收，水源、养殖、冷链、检测、品牌授权都要达标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把恢复分成3步。第一，先恢复水源条件最好的塘口；第二，所有塘口编号建档；第三，村民按岗位培训，出塘前统一验收。你连受灾村民用工也写进来了。这是我的条件，基地恢复优先招本村受灾村民，清塘、修埂、分拣、记录、巡塘，工钱按市场价结算，不让他们白干。方向我认可，但酒店要结果。第一期试供，如果鱼的品质不稳，合同会暂停。品质不稳，不用酒店停，我自己先停。第一期试工，金额几百万。基地验收通过后，全年框架订单可进入1000万级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长河，怎么样了？签了，真签了。施工合同签了，李家村基地也写进方案了。乡亲们等这个消息等一上午了，告诉大家。准备干活。长河，你妈早上来村委说想搬回老院子，可这房子已经被夫妇抵债。我知道。长河，你回来了，你现在出息了，跟他们说说，把这院子要回来。妈老了，总得有个住处。这院子早就不是我的了。可这是咱李家的老院子啊！你爸在的时候，哪年不修屋顶，哪年不扫院墙，这怎么能说不是就不是？分家的时候，你说这院子归福贵，那时候福贵欠债，妈也是没办法。6万抚恤丁，大院子归李福贵，废鱼塘、小屋归李长河。从此各过各的，白纸黑字，你按的手印。长河，妈知道当初对不起你，可我是你亲妈，你不能看我没地方住啊。我没赶你走，赶你走的是你当初偏心给出去的房子，是夫妇抵出去的债。李老板，这房产已经过了手续，蒋老太太如果继续堵门，我们也只能报警处理。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是我住了半辈子的家。抵债合同是李福贵签的，我们按合同办事。长河，你帮妈把房子买回来，你现在有省城订单，有钱了。钱不是这么花的。李家村受灾，基地要恢复，村民要开工，鱼塘要投苗，每一分钱都有去处。那我呢？我把你养大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会安排你临时住到村里空置的小屋，生活费按月给，但这座大院子我不会替福贵的债买回来。你变了。不是我变了，是当初那张分家单让我明白了规矩。月娥，
长河愿意管你住处，已经是念着母子情了。福贵的债不能再让他背。我当初是不是错了？明天何支书会安排人送你去临时住处。人都到齐了，会泥瓦的，养过鱼的，会记账的，还有几个妇女说能负责后勤。乡亲们，省城酒店试供合同签了，李家村生态鱼基地今天正式开工。真开工了，不是说说，只要有活干，咱就不怕。丑话先说前头，基地不是救济摊，也不是谁来都能混工钱。今天开始，每个人做什么，几点到，干多少，怎么记账，都写清楚。月底结清，不拖欠也不白拿。养鱼这块我管，谁乱涂料，谁乱下药，谁偷懒瞒报鱼情，直接出基地。泉水鱼的牌子是靠规矩养出来的。第一批先清3口塘，西边这口淤泥最后，挖机先下，南边塘埂被冲开，泥瓦组先补，东边泉水沟先疏通，不能让活水断。受灾最重的几户安排在第一批，冯满仓家、刘沈家、张老三家先上工。我家也在第一批。你家塘损失重，先清。别听外人说什么等不到钱，今天就记工。长河，我好好干。这段不能堵死，泉水要先过沉淀沟，泥清干净，再让水进塘。以前看长河守臭塘，以为他没出息，现在咱们都跟着他清塘了。别废话，赶紧干！月底能拿工钱呢。长河，大家第一次觉得灾后不是只能等人救，救急只能撑一时，要过日子还得靠自己的手。李老板，听说你现在风头不小，县城餐馆抢你的鱼，省城酒店也找你。风头没用，鱼送不到，一切都是空的。起鱼到酒店后出不超过6小时，全程温控记录，活鱼箱记录，签收记录，要求不低啊。所以我来找你。你现在每天能给我多少货？冷链车不是3轮车，跑一趟有成本，量太小我赔钱。前期每天2车，3个月内李家村基地恢复第一批塘口，至少翻3倍。后面省城施工铺开，量还会继续上。话谁都会说，你拿什么保证3个月后有货？县城3家餐馆联合供货合同，省城酒店试供合同，李家村集体入股方案，第一批恢复塘进度表，你可以看。顾承安签的。顾总要求全程可追溯。冷链这块，我不压榨运费，但我要车辆、温控、时间全程记录。不压运费，你这话我爱听，但我也有要求，装车时间要准，鱼箱要标准，不能司机到了塘边等半天。起鱼排期提前1天给你，装车区我会单独清出来。活鱼箱统一规格，签收刀东，1车1份。以前是1口塘，你不像村里刚做起来的养鱼户，倒像供应链公司。以前是1口塘，现在不是了。长河，冷链谈判重点是试跑数据，先让于总2台车试跑3趟，记录死亡率、温控变动、到货时间，合格后再签长期。你身边还有懂行的人，刚加入团队，负责供应链流程。行，那就按他说的，2台车先试跑3趟，跑得顺，咱们签月度合作。试跑期间运费按正常价结，不让你白试。痛快！你这种不压价的老板，现在少见。以前鱼贩一辆3轮就拉走，现在你这排场大了。不是排场，是命门。鱼再好，死在路上就一文不值。李老板，温控正常，可以出发。路上每半小时传1次温控截图，到店拍签收单。明白。养出鱼只是第一步，送得稳才是真正进省城的门票。李长河是吧？听说你以前守着1口臭塘，现在想做全县生态鱼供应链，
不是想，是已经开始做。口气不小。你知道全县多少养殖户从我这儿拿料吗？泉水饲料这行不是有一眼泉水就能玩的。我们需要的是可追溯的优质饲料，批次检测，配方稳定，供货周期清楚。丰源如果能配合，采购量会逐步增加。你又是谁？李家村生态鱼基地供应链负责人。一个小村基地还配供应链负责人？李老板，你这架子搭得挺快。这是省城酒店的施工合同，我们需要长期稳定饲料，价格可以按市场价，但质量和供货记录必须达标。合同是合同，货是货，我的饲料不愁卖，你要买就按我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第一，现款现货；第二，价格按我当天报价；第三，什么时候有货，听厂里安排，想赊一天都不行。生态鱼基地需要稳定排期，如果当天报价、当天排货，后续成本和投喂计划都会乱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你们刚起步就想让我给你们定制规矩，凭什么？郑老板是不想合作？也不是不想，只是最近海盛水产也在谈合作，他们量大，付款痛快，我的产能有限，总得先供大客户。杜海生找过你？做生意嘛，谁都可以谈。李老板，你能签省城酒店，人家海盛也能给我大单。明白了，这就走，不再求求我。鱼要吃料，不吃硬气。鱼吃料，但人不能把命门交到看不起自己的人手里。年轻人，说话别太满，出了这个门，你迟早还得回来。那就看谁先低头。他不是单纯拿架子，是在等我们急。饲料一断，基地恢复就会乱，所以不能等。找外地料厂，同时查丰源和海生的合作。郑万林敢卡我们，背后肯定有人给他底气。我去列替代供应方案，质量、距离、运输成本、结算周期都算出来。越是别人想卡关键环节，越要自己搭路。老冯，不是我吓你，李长河公司刚起步，省城订单听着大，可要真供不上，人家酒店一停单，你们入股的钱从哪儿来？可长河已经开工了，工钱也记上了，记账不等于到账。等基地做到一半，饲料断了，鱼苗买不到，冷链跟不上，到时候糖清了，钱花了，鱼没养成，你们找谁哭？海盛现在还愿意收糖吗？别人家不好说，你家损失重，杜总说了可以单独谈，早点签，早点拿钱，别等李长河那边拖黄了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何支书，聊天嘛，村民有疑问，我们解释解释。满仓叔，有疑问可以直接问我，不用听外人转述。长河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就是怕等不起。受灾的人怕等，很正常。你家糖排在第一批，明天挖机就进，工钱月底结，清糖进度每天贴在村委公告栏。说的好听。李老板，饲料谈好了吗？鱼苗定了吗？冷链几辆车？省城酒店可不是听你讲情怀就收鱼的。冷链已经试跑，饲料有方案，鱼苗也会谈，也就是说还没完全落地。基地刚开工，所有环节都在落地，你不用替我着急。我不是替你急，我是替村民急。你要是撑不住，拖的是全村。今天清糖的人，工时已经记上。明天冯满仓家堂口进挖机，后天公告栏贴第一批恢复进度。谁有问题来村委问，别听路边话，看进度，看账，这个实在。长河，我明天等挖机。行，那就等着看。今天海盛问的不是随便问，他们知道我们的短板。冷链刚试跑，饲料没最终稳定，鱼苗还没定。检测流程也只做了出版，流言不可怕，怕的是他们说中真问题。可大家受灾重，心里不踏实。要是恢复进度慢，海盛再来煽动，人心容易散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4条线搭起来：鱼苗、饲料、冷链、检测。缺一条，省城订单都是空纸。我建议明天开始把每条线责任人和进度都写出来，村里贴一份，办公室留一份，透明。才能压住流言，照做。
顾总介绍你来的时候，只说你做过省城水产供应链调度。你先说，你为什么辞职？原公司采购里有人吃回扣，鱼苗等级造假，冷链费用虚报，检测报告拖后补，我查出来，上面让我别管，我不想继续做假账，就辞了。鱼苗等级也能造假？低等级苗按高等级报，养出来规格不稳，前期看不出，后期全是问题。所以，你为什么愿意来我这儿？我查过你，你从一口沸塘做起来，记录细，赶巨低价，救灾时先救人。你这边乱，但底子干净，乱可以理，脏不好洗。你能帮我们理什么？鱼苗分级、塘口编号、饲料批次、用药禁令、起鱼流程、冷链应收。第一，所有塘口重新编号，谁负责？水源情况、投苗时间全部建档。第二，鱼苗入塘前分级，不同规格不能混养。第三，饲料批次必须对应塘口，不能今天为什么明天忘了。第四，禁用药物清单贴到每个塘边，谁违规直接出局。第五，起鱼必须提前排单，不能临时乱捞。第六，冷链到店验收，死鱼率、温控、签收时间全部回传。这些要是都做起来，鱼情就不怕乱。可村民能学会吗？不是一天学会，先从3口塘试点，记录员1对1带，复杂的事儿拆成表，照表做。你要什么条件？底薪8000，项目提成按完成率算。我不要虚头巴脑的职位，但流程上我说停，你不能硬推。这人不便宜，贵的是乱，不是人。底薪8000，年底如果省城订单铺开，提成翻倍，但我也有要求。你说，不做假账，不吃回扣，不拿村民和鱼的品质做人情，这正是我想听的。养鱼还要写这么多东西？你以为高价鱼是随便撒料长出来的？写清楚，鱼出了问题才知道哪里错。长河，我朋友在聚贤楼后厨干活，今晚郑万林和杜海生在2楼包厢吃饭，听见他们谈饲料，海生给丰源一个大订单，条件是丰源优先供海生。说没说什么时候开始？已经开始压货了，后面丰源的优质生态料先给海生，其他小客户排队，你这边要拿，价格涨，排期往后放。这不是明摆着卡我们吗？如果优质料断供，正在恢复的塘口只能换料，换料会影响鱼的适口性和生长速度，严重的会应激。省城酒店那边一检测，品质变动就麻烦。那村里第一批塘怎么办？村民都已经开工了，要是突然断料，人心又要散。元哥，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我还听见杜海生说一句：李长河清塘越快，死得越快。没有料，鱼苗进塘也是赔钱。他们不是想做生意，是想拖垮李家村。你小心点儿，郑万林在本地饲料圈说话有分量，他要真放话，别的小厂也未必敢供你。我知道，元哥，帮我继续盯着，还有帮我打听县外稳定生态饲料厂，质量要能过省城检测。行，我连夜问。现在最危险的不是价格高，是不稳定。生态鱼对饲料要求高，投喂计划一乱，后面塘口批次都会乱。省城订单要求可追溯，饲料来源不稳定，直接影响验收。那就先少投一点，撑几天。少投会影响长势。受灾恢复塘刚进苗，饲料不稳，前期基础就坏了。村民那边怎么说？总不能告诉他们刚开工就被卡住了。照实说一半，告诉他们库存够几天，基地照常清塘，投苗节奏不乱。另一半我们自己解决。怎么解决？第一，县外生态饲料厂；第二，本地临时应急料；第三，饲料中转仓。既然本地厂被人卡，那就让外地料进来，在本地建中转仓，批量采购，按塘口配送，成本高一点，但命门在自己手里。我以前接触过，他们缺本地落点，如果我们能提供中转仓和稳定采购量，有的谈。外地料运过来，
成本得涨多少？如果散单运贵很多，如果整车进货中转分配，运费能摊薄，比丰源贵，但稳定可追溯，能过省城验收。这里离主堂近，离村路也近，以前是废料厂，清出来能做仓库，位置合适，防潮、装卸、分区都能做。你早就在想这个了。从郑万林第一次摆架子开始，我就知道不能只靠他。元哥，远和饲料的联系方式今晚给我，明天一早我要谈。没有稳定饲料，他那基地撑不了几天。人心一散，李家村的鱼塘迟早还得回到我手里。哼哼。现在必须先确认省城酒店的底线。如果顾总那边对饲料来源要求严格，我们就不能用临时杂料顶。可库存最多撑5天，丰源要是真卡着不供，塘里的鱼不能饿着。李老板，这么早？顾总，我确认几个验收标准。省城酒店对饲料来源、药残检测、鱼肉品质有没有弹性？没有弹性，饲料来源必须可追溯。禁用药物必须零检测，鱼肉检测不合格，整批退货。如果我们更换饲料供应商，只要资质和批次报告齐全，酒店是否认可？认可，但你要保留每批饲料检测报告、入库记录、投喂塘口记录，后续抽检时账要对得上。明白。李老板，你现在不是单纯养鱼，你做的是供应链，供应链最怕的不是贵，是乱。我知道。所以我不会乱。远和生态辅料厂，省城周边，资质全，检测报告稳定。缺点是距离远，散单运到县里成本高。那还能用吗？如果零散采购不划算，如果在本地设中转仓，整车进货，再按塘口配送，运费能摊下来。成本比丰源高一点，但稳定可追溯，不受郑万光卡关键环节。中转仓要防潮，还得离鱼塘近。不然每天拉料也麻烦。去看地方，这里离主路近，冷链车和饲料车都能进，离几口主塘也近，配送方便。地面要垫高，不然雨季潮气上来，饲料容易坏。清出来，垫高，搭防潮舱，先按1个月用量设计，后面再扩。这又是一笔钱，被人卡一次，损失的就不是一笔钱，是全村的信心。不是说饲料被丰源卡了吗？长河咋还敢继续投钱？他这是要自己弄仓库吧？只要不断料，咱们塘就有希望。远和那边怎么说？区域经理后天到，他们先看仓库，再谈采购量和结算周期。后天才来，塘里的饲料撑不到谈完合同。所以我建议先调一批应急饲料，不是长期方案，但资质合格，能撑过这几天。调，先保正在恢复的3口主塘，其他塘按计划清，不提前投苗。村民那边我去解释，别说空话，把库存表贴出去，每天剩多少料，进多少料，喂哪口塘都公开。明白。你看，料还够5天，明天有一车应急料调，写得这么清楚，心里踏实。表贴的再漂亮，没长期料权也白搭。至少人家天天贴进度，不像你们，只会拿30年合同吓人。这料能用，比杂牌强。批次号写清楚，先入临时仓，不许混放。今晚发到1号塘和3号塘，谁领量谁签字，哪口塘用多少谁投喂，账上写明。以前养鱼哪有这么细？以前卖不上价，就是因为不细。今天村里人心稳了不少，大家看见料来了，就知道你不是画饼。一批应急料只能撑几天，真正要稳，得把远和谈下来。后天谈判最关键2点，采购量和结算周期。他们要稳定大客户，我们要价格锁定。那就让他们看见，李家村不是散户，是一个正在成型的基地。仓库是临时搭的，但分区和记录做得比我想象中细。现在是第1阶段，后续采购量上来会扩成标准仓，防潮、通风、装卸区都有图纸。这是扩建方案。你们如果合作，后续也可以提出仓储标准。李老板，我直说，远和不是不想做县城市场，但我们怕2件事：第一，采购量不稳；
第二，回款慢。你提条件：第一，月采购量不能低于固定吨数；第二，结算周期不能超过45天。低于这个量，我们单独跑这条线不划算；超过这个周期，我们资金压力太大。第一批恢复堂3口，第二批5口。省城酒店试供加县城餐馆月台，饲料需求会逐步上来。采购量我可以答应。那结算周期呢？45天可以，但每批饲料必须随货提供检测报告、批次编号、配方说明。入库前我们要抽检，问题料直接退。李老板，你条件也不少。你怕回款慢，我怕品质乱。合作要两边都踏实。还有价格，我们需要锁价。锁价多久？我们的建议是15个月，太长。原料价格变动，你们不是不知道。最多12个月，15个月。中间如果原料涨幅超过约定比例，双方重新协商，但不能今天谈好，明天涨价，把我们基地成本打乱。你们确实有订单支撑。不止订单，这里还有300多亩鱼塘的恢复计划。远河如果进来，不是做一笔散单，是跟一个基地绑定。你们村民配合度不错，这不是长河一个人的生意，是全村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账公开，大家就愿意干。15个月锁价可以谈，但合同里要写清楚，采购量不足，价格重新核算。可以。采购量达标，质量达标，结算达标，3方都守规矩。李老板，你不像养鱼的，更像打仗的。现在冷店有于总，饲料有远河，检测流程初步跑通，供应链已经有雏形，但还差2个关键环节。鱼苗，第一，稳定优质鱼苗，没有好苗，再好的泉水也养不出统一规格。第二，暂养池和初加工，省城订单扩大后，不可能每次都临时起鱼，必须有暂养、分级、短时周转能力。一环接一环，真比想的复杂。先解决鱼苗，暂养池可以随基地扩建推进，但鱼苗不稳，前面全白搭。鱼苗差，后期再怎么喂都费劲，规格不齐，病害也多。元哥，本地谁手里有最稳的鱼苗资源？青山鱼苗基地，韩立森。这人不好谈，他不光卖苗，手里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亲鱼资源，很多养殖户想找他都得排队。海盛水产跟他有没有合作？有，杜海生那边一部分优质苗也得从青山走。韩立森这个人认品质，也认长期合作，不太吃人情那套。认品质就好，怕的是只认关系。你能不能牵线？我认识他一个老伙计，可以帮你约。但长河，你要想清楚，韩继森不是普通鱼苗贩子，你去买几万尾苗，他未必看得上。你得拿出基地规划，让他知道你有长期量。我明白。见韩立森之前，我们要准备3样东西：第一，基地3年投苗计划；第二，省城订单增长预估；第三，鱼苗分级和验收标准。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只是临时买苗，还得带水样和堂口数据。好苗也挑水，别苗进来不适应。梁叔，水样你准备，程泽，计划你做。何支书那边，把村里可恢复堂口面积再核一遍。我今天就带人量。长河，不对劲儿，原本答应给村里配套送料的几家小厂全改口了。怎么说？说丰源郑万林放了话，谁跟李家村合作，以后就别想从丰源拿原料和渠道。远河不是已经签了吗？他还卡什么？远河能保省城订单和主堂用料，但村里部分灾后恢复项目手续上还需要本地配套供应记录。郑万平卡的是本地配套，不是单纯饲料。那我家糖是不是又要等？不等，你家糖照常清，料的问题我解决。李老板，郑总让我带句话，本地水产圈不是你想进就进，你搞外地饲料可以，但村里重建这些配套活，还是绕不开本地厂。郑万林不供，是他的选择。不只是丰源不供，其他小厂也要吃饭，没人愿意为了你得罪郑总。你省城合同再大，落到李家村也得按本地规矩办。本地规矩，还是你们丰源的规矩？你们别嘴硬，进度拖了，村民可不会怪郑总，只会怪你李长河没本事。别真拖了吧？海盛前几天还说长河供应链不稳。大家别乱，长河已经在想办法。供应链确实遇到问题，郑万林想拖进度，
海胜想等大家失去耐心，这些我都不瞒。但今天我也把话放这儿：第一批恢复堂不停工，冯满仓家堂口不停，工钱照计，月底照结。谁想看我们乱，就偏不能乱。长河，只要我家堂不停，我跟你干到底。我也干。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不能被几句话吓回去。行，那你们等着。他们是在逼村民们失去耐心，那就别再只防守。既然郑万林和海胜都靠上游压人，我们就去上游找奇眼。你说韩立森，优质鱼苗，海胜也要。如果我们拿下青山鱼苗，拿下青山，不只是补短板，也能让杜海生难受。韩立森这人脾气怪，他不缺客户，也不怕得罪人。你要是上来就压价，他能直接送客。我不压价，我谈长期合作。我们现在的优势是基地规模和省城订单，劣势是刚起步，信用还没完全建立。对，韩立森最怕的是买苗的人只会吹，后期养坏了还怪苗，他要看你有没有技术和流程。资料都齐了吗？省城酒店施工合同、李家村基地规划、堂口水质数据、鱼苗分级标准、3年投苗计划。韩立森手里不只是鱼苗，还有青鱼资源。你消息挺准，周边几个县好苗都绕不开他。海胜水产看着大，优质苗也得找青山拿。如果我们和韩立三签稳定合作，海胜扩张就会受影响。我不是为了卡他而卡他，我需要好苗。但如果这一步能削弱杜海生的牵制，也没坏处。海胜已经到了，他们应该也知道我们要来，那就更要进去。李老板是吧？韩总在看苗，让你们先等一下。我跟老韩说好的。渊哥，韩总知道，但海胜杜总也在，今天可能要一起谈。李老板，真巧，你也来买苗？不巧，你能想到的上游，我也能想到。青山的苗可不是谁想买就能买，所以我不是来抢一批苗，是来谈一条长期路。都想要青山的苗，那就别讲关系，讲你们怎么养。我还以为我家得排到后面。长河昨天夜里定的，你家损失重，第一批恢复。前几天海胜的人找过我，说给我一笔钱，让我带头退入股。你答应了？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我家鱼全没了，娃下半年学费还没着落，我心里慌。慌是正常的，受灾的人最怕等。我今天让挖机先来你家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不是画饼。长河，我差点给你拖后腿。我不怕你慌，我怕你不说。以后有问题直接来问我，别让外人拿你的急处当刀。今天开始，这口塘所有青淤、修冷、用料、工时都单独建档，后续投苗也从这里开始试点。满仓家成第一口试点塘了。对，第一口塘不只是恢复满仓家的收入，也是给全村看，我们说开工就真的开工，说公开就真的公开。一口塘动工算什么？全村这么多塘，你动得过来吗？至少我家塘已经动了。你们海胜除了让我签30年合同，还给我干过一撮活吗？大家都看见了，第一批恢复不是嘴上说，谁家情况重，谁家先排，账都在村委贴着。有活干，有账看，心里就稳。长河，这张纸我拿回去给我老婆看看，她这几天都睡不着。告诉她，塘能恢复，工钱也会按时结。今天这一招比解释10次有用。冯满仓稳住，其他动摇的人也会稳。人心不是靠喊稳住的，是靠每天看见进步稳住的。杜海生拿钱买人心，我就用实事把人心留下。杜总，你们海胜要的量大，价格也能给，但我问一句，苗进塘以后，谁负责成活率和后期分级？韩总放心，我们海胜有技术团队，有资金，有渠道，合作这么久，我们的实力你知道。李老板，你们刚起步，李家村还是灾后恢复，
你凭什么让我把优质苗优先给你？第一，李家村有活泉水源，水质数据在这里。第二，塘口编号和恢复顺序已经建立，哪批苗进哪口塘，谁负责，怎么记录，都能追溯。第三，我们不混苗，不同规格分塘，入塘前验苗，入塘后7天观察，死亡率单独记录，后续出鱼也按批次追踪。韩老板，我干了半辈子塘工，好苗要配好水，好水也得会养。你苗进来，我亲自盯7天。出了问题先查我们自己，不会张口就怪苗。你们连受灾长不同的村民用工和塘口恢复顺序都写进来了。这是基地，不是散户。我们要的是长期稳定，不是一批鱼苗的便宜。韩总，话说的漂亮没用，李家村现在连基地都没完全恢复，资金、管理、市场哪一样比得上海盛？你把优质苗给他，风险更大。杜总说的对，海盛现在更大，但大不代表稳，更不代表适合青山的苗。你什么意思？青山卖的是好苗，不是死账上的数字。海盛要的是规模，我要的是标准。韩总更清楚，苗养坏了，砸的不只是养殖户的牌子，也会砸鱼苗基地的名声。你这句话倒说到点上了，韩总，我们合作这么久，你不会为了一个刚起步的村基地影响海盛的供应吧？杜总，我卖苗看的是养的好不好，不是谁声音大。我可以给你一个试点合作，第一批优质苗不多，只给3口塘，成活率、长势、检测全部按表记录，达标后面谈长期。可以，价格不低，苗也不赊，好苗不该被压价，款项按合同走。韩总，你这是要把海盛的量往后放。海盛原来的合作照旧，但优质苗新增批次，我要看李家村试点结果。李长河，你以为拿到几口塘的苗就能改县城水产的天？不是几口塘，是鱼苗、饲料、冷链、检测、水源、村民，每一环都站住，天自然会变。鱼苗也谈下来了，第一批3口塘试点，只要数据跑出来，我们就能复制。1年之后，县城水产生意谁说了算？不该由那些趁灾捡漏的人决定。那由谁决定？由真正能把鱼养好、把村民带起来的人决定。